这就是金陵城啊！不愧是六朝古都的金陵啊，真大，门面上就和别的地方不一样。哎，你大白天喝什么酒啊？这不是酒，这是乳酸菌。我出来的时候，阿英专门调给我的。乳酸菌啊？哎，我尝尝。哎，要对嘴喝呀。哇，好好喝啊！味道还行啊。你看阿英多细心，里面还做了隔温层。可是，它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？营养价值高，喝了就欢乐，多开心。哦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留点给我。是好啊，这味儿。我们等会儿去找景玉吗？不然呢？但是我们得把这行头好好搞一搞，这去了不能丢面子啊。行头没关系，跟我走就行。我在金陵有个别院，里面四季衣服、常服、礼服都有，你随便挑挑看，都是没上过身的。别院？走吧。哎，小富婆，你有多少个别院？自己数得过来吗？嗨，就是个挺破的农家院，不值得大惊小怪的。好破的农家院啊！看着比咱们书院还大呀！这个这么大的宅子，你一个人住得过来吗？你很少来吧？是啊。这个院仆人就得好几十个吧，每个月光发工钱就够我在府城买个小院的。啊，你看看这庭院的这景观，啊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主子，外面有公使传信来说，王后要传召你与她的2位同窗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他们，你知道的太快了吧？难怪咱们进城之后，我一直觉得有人在背后跟着。参见王后。在下张毅，我身边的这位是高丽国的公主王恩珠。王后肯定什么都清楚，所以自然也知道我们的来意，还请王后能明示，这太子现在已经不堪到什么地步了。太子已被软禁在东宫，至今已有半个月了。软禁？为什么？罪名是巫蛊吧？你怎可知？这太子能受影响的罪名一般有3个，这1是淫乱宫闱，2是逼宫造反，这3呢，就是巫蛊。说这淫乱宫闱，他不会，他除了身边的这个女子，对其他的女孩全都是敬而远之。逼宫造反，他手里没有兵权，从小又不好习武，也不可能，所以唯一能扣在他头上的罪名，就剩巫蛊了。不过，景玉是我亲生的，我虽为母后也得避嫌。况且我堂堂太子犯下巫蛊之重罪，定是要废除太子之位的。还望王后三思。以我们的了解，景玉是万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。是啊，王后，废除之事非同小可，还望三思啊。此事已成定局，即便我再想保全他，也束手无策。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你们几个外人就请勿多言吧。景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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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月。
景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东宫的侍从也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呀。恩主，好几天不见，你怎么变瘦了？你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过来找你。我想听你亲口说，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傻瓜，我就算死，我也不会不要你的。你先等会儿再报吧，咱们先把正事说了。景玉，巫蛊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做的，对吧？你的意思是，回来之后，你跟你母后谈判了半个月，推掉了她提议的婚事，也提到了恩珠，但是她发现你心意已决，苦劝未果之后，就愤然离去了。然后你，然后你就打算第二天偷偷溜回书院，提前去了库房里面，挑了几本书，弄了点绫罗绸缎，还有古董首饰什么的，想带回来送我们。结果回来的第二天，这些就变成了巫蛊人呵斥诅咒的指示，这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要废我的人，除了父王，就没有别人了。哎，会不会是你那个皇帝呀？他弟弟，就是那个李敬谦吗？小声点儿。哦，他父王要是想废太子的话，那景玉现在早就没命了。景玉虽然有太子的尊位，被不少文官也视为正统，可是他没有兵权，而且这外面一直盛传，嫡子虽然是次子，但也可以继位的这消息。这李景谦就不太一样了。景谦从小生活在军营里面，非常受到这些老将的爱戴。如果他要做的东宫之主，那他父王可能就不能安枕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景玉父亲是为了要制衡他？无所谓了，废了就废了。李景谦确实是个治国好手，确实比我更适合治理这个国家。再软禁半个月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和恩珠在一起了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废掉你王位的，当不当太子我无所谓，但我绝不能让你被奸人构陷。哎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也是没有办法。这种巫蛊之事发生后，肯定是要废除太子之位的。事发后，我派人审问了当值的宦官和宫女，可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王后，我能看看您说的这个物证吗？早已备好。这针法如此密实，
上面又有金线、银线所绣成的龙纹饰。这种绣工，恐怕也只有宫里的绣娘才能做到了。这么说来，肯定是景玉所为了。哦，那倒也不一定。你们两个先吃吧，别等我了，我暂时还吃不下。景玉最多也就是飞出皇位嘛。你可能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原本以为唐王只是在犹豫要不要换掉太子，可是现在的情况看来，连王后都在犹豫要不要庇护他这个太子。而且事情处理以后，这王后一直都没去东宫看过景玉。可她在宫中的地位，她要想看一个人，除了唐王阻止以外，谁还能阻止得了她呀？怎么可能？他留下那么多证据，作为一个母亲，他不会放弃景玉的。要不，我说说我的分析给你听听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太复杂了，你不一定能听得懂。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我听不懂？这宋王后本就是侧室，不是原配。她一直力保景玉当嫡长子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侧室历史。这底下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，都以为她是原配。现在好了，父子相验，底下的臣工一定会见风使舵。再加上二王子也是出自宋王后，她现在应该是犹豫了。太复杂了，我确实听不明白。我说的简单点，就是景玉拒婚，而且他还把你们俩的事情都告诉了王后。这以景玉和我们大家的关系，也至少应该给我们通个书信吧。可现在的情况，要么就是他通了书信，路上被劫了，要不就是他根本没写。从偶人的做工和时间来看，应该是宫里的人所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就是觊觎王位已久的李景谦。如果真的是李景谦做的，那恐怕就不仅仅是废黜这么简单了。会怎么样？恐怕会连性命都难保。
我该怎么办？都是因为我。皇兄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冲动了？父王和母后已经震怒。事已至此，只能一直走下去了。巫蛊这事儿太大，我怕会危及到你的性命。只要能取到恩珠，什么后果我都愿意接受。李景玉，你脑子有问题啊！你为了要跟王恩珠结婚，你就放弃王位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种幼稚的想法，会让你的弟弟陷于危难之中啊？现在好了，外面所有人都以为你弟弟为了要夺皇位，故意陷害你。一个为了王位不惜手足相残的小人，以后还怎么领兵打仗啊？现在还有一个办法，你们出去把这事解释清楚了，你继续当你的皇太子，后面的事情再想办法。我也不想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想法，就是想让皇兄如愿。当初皇兄苦苦哀求，我才答应帮他，可我没想到会闹成这样啊！这样，你听我的，过来。启禀母后，皇兄景玉巫蛊之事，全是一场误会。什么？儿臣已经调查得知，巫蛊之事是皇兄景玉之前的仆人小六所为。皇兄嚣张跋扈，小六一直怀恨在心。此次皇兄回宫，小六心生一计，想要报复他。我在小六房间找到了制作巫蛊的工具，对比了布料与绣工，确认是他。此人已经连夜畏罪潜逃了。哦，终于和你的父王有个交代了。我就觉得我家景玉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这下景玉的太子之位也算是保住了。但是，母后还有何疑虑？他还是不能娶那个高丽女子。那名女子粗鄙不堪，若真娶回来，定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王恩珠，来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堂堂南唐太子，又不是什么傀儡，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出来了。你没有被欺负吧？你是这么逃出来的？巫蛊之事是之前的仆人栽赃陷害于我，母亲知道之后就把我放出来了。这么说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？还没有。还没有。母后还是不同意这门婚事，而且景谦的嫌疑还没有解脱。张毅，我想请你做一下义兄，以恩珠娘家人的身份，和我一起觐见一下父王，把这门婚事给定下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婚事？这不是普通的婚事，这关系到我的命。我这个太子现在身份极其尴尬。虽然之前巫蛊的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，但父亲还是怀疑我勾结军中重臣，有不臣之心，所以只有定下婚事，才能彻底避免李景谦利用我的婚事做文章。此事还要拜托你们二位了。张毅，帮帮忙！哎，帮忙嘛，没问题。那你先叫我一声大哥，让我听听真不真。大哥行行好，救人一命可以盖7层宝塔呢。你叫没用，得他叫。嫂子，帮个忙呗。哎，我觉得挺好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你这么说就是答应了。既然答应了，你就陪我出去吃点东西吧，因为你的事，我晚上1粒大米都没有吃。好，走。走。哎呀，挺好，一个大哥，一个大嫂啊。你们2个可真会玩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3个。3个？李景谦啊，他大嫂就是聪明。哎，
没想到他也会这样陪你们玩。嗨，这李景谦啊，其实没我们想的那么不堪。现在恐怕只有恩珠还蒙在鼓里了。他每天大大咧咧的吃喝玩乐挺好。他大嫂，那要不要我们一起去成全一下他们俩？看我心情了。那你心情什么时候啊？宣太子李景玉、张毅、王恩珠觐见。参见父王。在下张毅，拜见唐王。你就是张毅？正是在下。旁边这位姑娘是？安妮还是哟。这位是高丽的公主王恩珠。高丽的公主，可会讲我汉话呀？会，说的不太好。说的也不错了。你来我南唐，所谓何事啊？我要嫁给景玉。哦。还望唐王海涵，这高丽国的公主啊，一向心直口快。但据我所知，唐王对景玉抱有厚望，并且希望联姻来巩固国家的实力。听闻二王子与禁卫军凌将军之女从小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。钟将军的四子也即将迎娶上二公主。张毅恭喜唐王，无论子女都配得佳偶，假以时日，定能为国分忧。如若让我们大太子景玉迎娶了王恩珠公主，这样他日南北若起纷争，北边有高丽的支持，就能形成夹击之势，让江北朝廷不敢轻举妄动。娶一女保一国，实乃一举两得之良策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太子迎娶高丽公主便是。啊，这景月，这什么情况？我这词儿准备都用不上了。父王，我听母后说，您极力反对，是怎么回事？景玉啊，你真的以为本王会任由你一个人去太乙书院胡闹吗？你该不会是派人监视我了吧？自从你去了太乙书院以后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本王都了如指掌。本王知道你志不在统领江山，可是放眼本王所有的儿女当中，有治国之才的，唯有你一人。你以前骄纵任性，胆小怕事，可自从去了太乙书院之后，学会了忍耐和担当，比离宫前更像个男子汉。这位恩珠姑娘弓马娴熟，品行纯良，性情豁达，这样的好姑娘，即使不是公主，也配得上我儿。如果这次你觉得和王姑娘相遇相知是天赐良缘，那么将来你继承大统，也是天命难违呀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既然继承大统是天命，
那我选择承担。景月，好，那本王现在就对你做出承诺，等你俩从太乙书院毕业以后，就按国制迎娶恩珠公主，作为太子，你的婚姻大事，本王绝不拦阻。谢父王。竟然背着我让圣上赐婚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后？母后，孩儿不孝，对不起。景玉，你是母后的亲生儿子，母后今生的希望就是你找到一个贤妻。要是王恩珠有崔家罗一半好，我也不会再说什么了。事已如此，赐婚旨意一下，好的坏的，你就自己受吧。孩儿感谢母后挂心，人是孩儿自己选的，好坏都由我来承担。那母后再也不能说什么了。你就好自为之吧。感谢母后成全。身为太子，如此不顾大局，未来的朝局你自己面对吧。景玉啊，真没想到你这婚姻大事这么快就搞定了啊！从此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这婚姻大事是搞定了，可是这后半辈子都要跟国家大事打交道喽。哎呦哟，景玉，这江山美人都被你给霸占了，还在这说风凉话呢。真是，谁说都归他了，还没答应嫁给他呢。就是，是谁口口声声在父王面前说非我不嫁的？没想到你对他们俩的你看那人真漂亮，呵，真漂亮。那当然了，他们俩是我很重要的朋友啊。哎，对了，张毅，为了报答你，我准备回去的时候绕一下道。为了报答我要绕路？绕哪儿去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呀嘿，还搞点神秘感啊！好。哎，你看那个，那边有炊烟，我闻到烧饼的味道了。好啊，想吃烧饼你就下水自己游过去。金玉，你去。我又不会游泳，再说又不是我想吃。可是我想吃啊，我好饿。还渴呢？怎么跑出来了？在外面容易着凉啊！里面太闷了，我出来透透气。来，那个药好了，晾了很久了，还温着呢。来，
趁热喝了。一入秋就没再犯过咳嗽了，我以为能躲过去呢，结果还是没有逃过。你呀，不能着急，身体得一点一点调，对吧？你看，就比去年好了，一年会比一年好的，啊。一年又一年，到底要熬到哪一年啊？哎，你看啊，你看，你这么想，今年你比去年犯病要晚了几天，对吧？而且症状也轻了很多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喝药喝药喝药。端木哥，哎，他们都走了有1个月了，是不是快回来了呀？应该快了吧？哎，景玉，你看那是不是码头啊？嗯，那快到了啊！这位沈神医啊，本是长安人士，祖上历代为太医院供奉，以药膳闻名。从李唐灭亡之后，便从长安迁居到了江州。也许他真的能治好阿英的病。是啊，他那么鼎鼎大名，肯定可以。哎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你真的能找到这个沈神医啊！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有了之前清河先生的针灸，再加上这次沈神医的药方，我想阿英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嗯，景月，谢谢了。小事，你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？依我看，阿英的身子要治更要养。金陵一带空气湿润，很适合养身体。你兄妹2人日后不如真的去金陵定居。我们从家乡出来也够久了，一直也没能回到家乡去祭祀一下已经死去的父母，这已经是大不孝了。如果我们离开了书院，再置家乡于不顾，那这怎么也说不过去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回老家？张毅，你可知道，现在时局是江南江北对峙，可是北人出仕于南方者数目可观。况且，这江北朝廷的皇帝并非汉人，而是汉化的沙陀族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北方门阀士族多有南下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景玉，你不用说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可是有些事情不是我能选择的。我知道你要面子，不想做我的臣子，但李唐开国的君臣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所以你必须跟我走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快上岸的时候，你就别下去了。为什么？这里虽然是江南，但实属是南楚国的地界，又受到江北朝廷的册封，以你的身份下去，怕你会有危险。没事，这里只不过名义上是臣服于江北朝廷，可实际上另有情况。40年前，李唐朝廷册封南楚开国国主武穆王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时，此地就成为了马氏一族的地盘。李唐灭亡后，期间江南江北朝廷实权势力都有更替，反而是楚王马氏一家统治了整整40年，比当下的江南江北朝廷时间都要长。南楚之所以能安稳立足，不仅仅是因为地处西南，远离中原，更是因为他马家之躯。要是他马家有一点点扩张的野心，便也不会在江南江北时局变动时按兵不动。
什么？不是说了我们要拜访你们家老爷吗？你们到底要干嘛？名帖我们已经给你了，我们是太乙书院的学生，你也不跟老爷通报一声，现在就要关门，你想干什么？而且你们家婶婶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高丽国的神可是什么病都能治的。啊，不是我不给你们通报，是我们家老爷他已经不在江州了。啊？怎么可能不在江州了呢？那麻烦问一下，那咱们老爷什么时候回来？老爷被皇上招到开封府去了，听说是被册封为太医令，以后就留在开封府了。至于回不回来还两说呢。啊？那……哎！啊！又是江北皇帝。没事儿，到时候我路过鲁地，再去开封府拜访他，也不迟，也可以。那我们不就白跑一趟了吗？哎呀，算了，既然来了江州，就应该去趟醉仙楼。醉仙楼？是什么地方？江州美食以蒸菜闻名，醉仙楼更是其中翘楚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位佳酿，名字叫做仙人醉。我们可以把它带给文素先生，让他尝一尝。仙人醉？对。好，哎，就去那儿。啊，那阿英怎么办啊？哎，兄弟，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乱？醉仙楼掌柜的独生女儿林大娘子，今儿抛绣球招亲。抛绣球招亲啊？对呀。没事儿啊。我是这醉仙楼的管事，我家小姐的绣球，可是您接到了？哎，接是接到了，但是误会啊。哦，请问这位公子贵姓？怎么称呼？哪里人士啊？在下张毅，是太乙山太乙书院的学生。哦，太乙山那个。哎，您既已接到我家小姐的绣球，那便是我这醉仙楼的新姑爷了。哎，别，误会啊！我刚不是说了吗？误会。您可是早有家室？没有。可是身负婚约？也没有。那便好，新姑爷，我家老爷小姐楼上有请，请
请新姑爷上楼。不，这不合适吧？这真的是。走吧，新姑爷，走吧。哎，放开我！哎，这样不行！哎，放开我！哎呀，哎，我说了误会了吧？公子请。哈哈哈！甚好，甚好啊！哈哈哈！太好了！看茶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不用，林老爷。哎，姑娘，别，不用麻烦了。哎，林老爷，是这样，我们呢是路过此地，不是故意要接咱们大小姐的绣球的。这里边呀，有误会了啊！那更是天赐良缘了。哎，张爷。不如喝杯茶再走吧。什么茶？哎，这几位是朋友是吧？啊，我这儿有的是客房，暂且住下，待参加完了小女和新贵的婚宴，哎，喝杯喜酒再走，不迟。好啊，好什么好？别起哄。林老爷，您恐怕还不知道我叫什么的吧？晚生啊。名叫张毅，论文韬武略我都不懂，这功名利禄啊什么都没有。这大小姐也是素未平生，见都没见过，肯定不会情投意合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要成亲的心意呀。我看您啊，还是把大小姐的婚事重新重视起来，为其另选佳婿才是啊。您说是吧？你这是要悔婚？哎呀，您可别这么说。这本来就无婚约，何来悔婚之有啊？不跟您说嘛，这都是意外啊！意外？你会站在那里？告诉你，我们林家已经将一切准备妥当，就算你是一块动弹不得的白肉，也要入赘。就这么定了，明日成婚，不可耽搁。林老爷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许我和这林大小姐啊单独聊一聊，聊完之后再下定夺，您看怎么样？领先。你快去吧。佳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要我说啊，这林大小姐也不错，林老爷是江州数一数二的富豪，林大小姐又是独生女，嫁妆自然丰厚。张毅他那么爱银子，他肯定是在我们大家面前不好意思答应，说不定啊，现在就偷偷在里边假装情投意合，背着我们救匪。不要乱说话，我们没事，那也挺好的。张烨，哦，怎么样？你说呀。张公子，怎么样了？讨论一下酒席的事儿吧。爹爹啊，我与这位公子性格上确实有诸多不合，这门婚事还是作废了好。此话当真？莫不是他威胁了你？那他倒是不敢的，一切全凭孩儿自愿。婚姻是终身大事，如果明知没有好结果，何必要勉强呢？那就依你吧。哼。
来人，在。在雅间准备投宴，带着几位贵宾去用膳。是。公子，那便在此作别了。走吧，吃好吃的去。怎么回事？走。那，走吧。走，去看看。小英，哎，还渴呢。大木哥，这个是驱寒的姜汤，趁热喝了。大木哥，哎，你也不用天天都费心给我准备这个了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都要住到膳房里去了。我住到膳房里，那不是挺好吗？我要是住在膳房里，我每天都给你做对你身体好的好吃的。怎么了这是？不知道怎么了，右眼一直突突突的跳，我感觉心里面发慌。你怎么也迷信啊？眼睛跳说明你昨晚没睡好。我就是担心我哥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你呢？应该把心放在肚子里面，他们4个在一起，就算是遇到麻烦，也都会解决的，好吗？但愿如此吧。小英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哥最担心的就是你。你说他一回来看见你孩子们病着，他什么心情啊？所以你现在呢，就好好的把身体养好，好吗？好，吃饭喝汤，慢点烫啊，喝一大口。哦。这家饭菜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味道不错。拿来，什么？我的乳酸菌啊！怎么成你的乳酸菌了？你给他的，他的就是我的。别逼我动手，拿来。恩主啊，你不是吃饱了吗？对呀，我是吃饱了。可是你之前说我饭后才可以喝，现在已经吃完了，拿来。我劝你还是给他吧，万一他不高兴再打你怎么办？但，你别喝完了。哎，饭菜好吃，这个更好喝。麦子，这么久了，我们大家也总算是吃顿好的了。那还真是顿好的。就这八珍汤啊，真不错。也就是把人家给得罪了，要没给人家得罪，我非把这方子要过来，要好好学学，到时候回去做给阿英喝，肯定特别好。你就算不得罪人家，你要不是醉仙楼的仙姑爷，人家也肯定不会给你的。怎么不会？大不了我好言相劝，不行我高价讨买，再不行我骗他。我骗我不行我偷。你想得到美？这方子是醉仙楼的至宝，绝对不会向外人透露半个字的。想当年，沈神医初到江州之时，遇到了口舌是非，正是得到了林老太爷的帮助。这个沈神医想要报答林老太爷，就给林家寄去了4个药膳方子，2个汤品，还有2个蒸菜。这些年，醉仙楼名声鹊起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这么说，以后在别的地方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。那我要多吃几口。我也得多吃几口啊，撑死也要吃。我也多吃几口。就是他们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害死我们家大小姐？
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我想检查一下大。你有什么资格检查？林老爷，晚生曾多次协助须弥府校尉大人破获多起命案，我也想让小姐解怨，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若到时查出真是小生所为，您倒是把我活剐了也不迟。这里面有砒霜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，老爷确实让丫鬟给咱们倒过茶，但谁也没喝啊。看茶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谁报的案呢？我报的。听说你们这儿有命案，有嫌疑人吗？有，就是他。你就是那个毁亲的新姑爷？是，可我并没有谋害大小姐。少废话！带走。等一下，无凭无据，凭什么抓他？你又是谁？妨碍公务，不想活了？景玉。别多事，景玉，带走！哎，你们别过来，我自己过去。放心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过去一定能解释清楚。景月，记得红衣厉鬼。走。林老爷，我等确信张毅绝非凶手。您若真心疼爱您的女儿，就去请个仵作，给他验尸。查明死因，看他到底是被人所害，还是另有死因。什么叫另有死因？我女儿尚未出阁就死于非命，我是绝不会让旁人再玷污她的身体。你们和凶手是一伙的，我没让你一块抓走，我就给你面子了，还敢在这儿胡说八道！来人！老爷，什么事儿？把他们撵出去！是，慢着。我们自己走。张毅吗？是不是你啊？是。快起来，你可以走了。
你们也挺厉害的，江州都有办法把我弄出来。唉，要不是知府夫人是伽罗的祖姑母，我们这次就真的完了。祖姑说，也只能让你提保候审，延迟3天上堂。这毕竟是命案，她也做不了主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我进去之后，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怪我，你都给了我那么明确的提示了，我还是没能劝林老爷验尸。没关系，既然我已经出来了，这尸不验也罢。不验？你不是怀疑这林大娘子是因为私情而被杀的吗？你要不验，怎么知道她怀有身孕呢？这怎么是我怀疑？这是林大娘子亲口告诉我的。多谢大小姐的热情款待，你的苦衷呢，我大概也有所了解。只是我实在没兴趣当你这孩子的爹。你究竟是何人？大小姐，您别着急，也不用激动。我呢，根本不认识您，也没见过您，我们萍水相逢，只是您今天的一些言谈举止稍微露出了些破绽。破绽？是，这么说吧，这抛绣球定亲也是终身大事，这要是换了别家的小姐，一定会给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。可是您，这衣服倒是穿得挺华丽，可是您这妆容就朴素了很多。还有，您刚才下榻之时，这手啊，无意间护着小腹。再一个，我喝的是茶，您喝的是清水。我想，您还让自己的丫鬟在码头上留一外地人，我猜你是想要嫁到外地，掩人耳目的吧？您的苦衷其实我也都理解，孩子一旦出生，你家的名声怕是保不住了。那大小姐，您是打算把这孩子生下来？是。大小姐的爱子之心，在下非常佩服。可是您这个忙啊，恕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我先告辞了。公子，公子出了这扇门，大可一走了之。事已至此，我已无脸再做强留。眼下，只求公子能替我保密。此事你知我知，绝不可外泄。否则，小女子和这肚子里的孩子便全无活路了。大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向第二个人说出这件事的。过程就是这样。还真是一尸两命啊！他会不会是自己想不开，自寻短见啊？怎么可能呢？这林大娘子极力的想保住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自寻短见？那壶茶，你不是也喝了吗？怎么会？自然是我走了之后重新沏的了。当时你检查现场的时候，说砒霜在那个茶壶里面，可是林大小姐喝的是清水啊，她怎么可能还中毒了？这只装清水的杯子，我也看过了，里面也残留有砒霜。既然这杯子和茶壶都有砒霜，如此说来的话，
这毒应该是在我们走了之后，被下到泡茶的热水里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罪犯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林大娘子的房间，只需要在烧热水的灶台那边就可以投毒了。没错，很高明的作案手法。这么高明了？你想想看，这个罪犯肯定知道林大娘子怀有身孕，不会喝茶，那他只要把毒投在热水里，林大娘子就必死无疑。而且此举大大提高了查案的难度。你想啊，要是想知道有谁在此期间出入过林大小姐的房间，或许还好查；但是要想知道有谁在此期间接近过那个灶台，那就不好查了。没错，但是从杀人动机上来讲的话，这因为男女私情，杀人的几率更大。这个林大娘子年纪也不小了，所以才会抛绣球招亲。我们应该看看她之前有没有跟什么人议过亲事。还有就是，我看这林大娘子平时来往的人也不多，我们应该首先把她这个情郎给抓出来。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林老爷，林老爷在吗？林老爷，谁呀？哎，林老爷在吗？林老爷不在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您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老爷去哪儿了。哎，等等！哦，是你呀！我还没找你呢，你居然送上门来了！来人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林老爷，您仔细想想，如果我要是心虚的话，我今天还能回来找您吗？再说了，咱素未平生，那平日里头也无冤无仇，我何来投毒的理由呢？对不对？那即便不是你投的毒，那也是因为你拒婚，我女儿想不开，才喝下了砒霜啊！不是，您女儿是他杀的，凶手他另有其人。再说了，您女儿怀有身孕，您不会不知道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哎，我怎么血口喷人呢？他亲口跟我承认的。再说，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找一个仵作，一验尸就知道了。我猜，他这次抛绣球成亲，也是为了他自己肚子里的身孕。林老爷，要想尽快的缉拿真凶，您还得跟我们讲实话。这林大娘子到底心系何人？我们猜，应该是……不知道。别再纠缠了。哎，林老爷，您不想缉拿真凶啊？缉凶那是官府的事，就凭你们几个学生，别再折腾了。你请回吧，以后啊，也不要再来。哎，真是奇了怪了，林大娘子不是林老爷的独生女儿吗？我看她的样子，也是真的心疼她女儿。可是她为什么不追究此事了呢？原因只有一个。那就是他知道凶手是谁。他知道凶手是谁？那他为什么？可能是这个凶手身份比较特殊，也可能是他得罪不起的人。这样一来，凶手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。怎么样了？你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？可以说有很多收获。是吗？说来听听。这个林大娘子之前没有订过婚，但是有一个青梅竹马。这个青梅竹马不是别人，这是沈神医的长孙沈安远。这二人的婚事，似乎早在林老太爷在世的时候，就与沈神医有过口头之约。就是在林大娘子及笄，两人准备成婚的时候，楚王的侄女，也就是这武平县主，突然冒了出来，横刀夺爱，拆散了这对鸳鸯。最后闹得楚王赐婚，令沈安远娶了武平县主。后来林家给林大娘子议过几次婚事，但都没有成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突然这个林家大娘子开始学会礼佛，而且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庙里上香。坊间传言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她是借机去跟沈安远私会了。我昨天去醉仙楼也打听了一下，昨天在2楼吃饭的还有另外一种贵客，就是武平县主一行人。这么说来，毒死林家大娘子的并不是武平县主本人，而是他的手下。就是他的手下。
你们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吗？跑堂的，你们掌柜呢？我们老板有事不在。去跟你们掌柜的说，这水泡了3壶，还是如此涩口。若是再泡不好，就砸了这醉仙楼的招牌。您息怒，您息怒，我一定转告我们老板。果儿，春儿水烧得好，你让他跟着这丫头去后厨，好好教教他们怎么烧水。是。凶手，一定就是那个叫春儿的丫鬟。这武平县主应该是得知了她怀有身孕，心生嫉妒，所以才下此狠手。凶手要真的是武平县主，那个林大小姐就要冤死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已经找到凶手了吗？找是找到了，但是不能定罪啊。你们知道，这楚王有30多个兄弟，侄子侄女更是别说了，其中就属武平县主分量最重，因为她是前楚王的遗孤。楚王的遗孤，那她怎么会是现任楚王的侄女呢？南楚的王位传承，并不是父子相承，而是奉老楚王的遗命，行兄终弟及之规，是从兄长手中接过的王位，那当然要给侄子侄女优待了。啊，那林家大娘子和肚子里的孩子，岂不是悄无声息的被冤死了？这王位之争有多惨烈，你懂啊？可是这楚王跟前楚王他们的关系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这楚王马希范与楚王马希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这2人同日同时生，却因老楚王偏爱马希生的母亲，立了马希生为兄，马希范为弟。后来兄长马希生病危，接位的本应该是马希范，但是老楚王却想越过他，将王位传给另一个同母弟弟。这个马希范得知消息后，决定先发制人，迅速地继承了王位，并将他的弟弟囚禁了起来。看来这楚王和前楚王一系，也只不过是面子上交好而已。这么一来，反而好办多了。我们虽然不能让这个武平县主为这一对母子偿命，但是想让他受点活罪，还是挺容易的。这个武平县主的身份虽然很重，可是这同样也是楚王心中的一根刺。如果我们找一些借口让楚王趁机去打击一下前楚王一系，那这个借口应该会让楚王心里非常的舒服。对啊，江城虽然不是楚国的都城，但是沿江要塞，这本地知府肯定是楚王的心腹。要是我们向他说明其中的利益关系，他应该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出了作案手法，也锁定了嫌疑人。不过还有一个难题。什么？我们得说服这个林老爷子去递状子，如果他不肯，这件事就功亏一篑了。这件事情的具体过程我已经跟知府说明了，您只要递上状子，状告武平县县主就可以了。可不敢，我们只是平民商贩，他是楚王宗室，真的不敢得罪啊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们千辛万苦帮你查明了真相，而且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你怎么自己的女儿枉死，一张状纸都不敢递啊？看他的面相，应该是子女俱全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那要照这么说的话，这林大娘子很有可能就不是因为私情而死，而是她有个外室兄弟想要争夺林家财产，才蓄意被人谋害的。净胡扯！你们不要在此胡乱猜测了。这状子，我递就是了。哼！你就是醉仙楼的新姑爷，张毅。正是在下。在下有一件事情想请教武平县县主。我还想请教你们醉仙楼，何事非得到衙门相谈？想问一下武平县县主，您身边是不是有一个贴身丫鬟叫做春儿？听说她
沏茶的功夫了得。我府上的丫鬟不过是懂些伺候人的规矩，做事妥帖些罢了。怎么，你们醉仙楼连个沏茶的丫鬟都没有？这人，我可不给。您可别误会，这杀人凶手我们可要不了。如果没错的话，就是这个丫鬟杀死了我未过门的妻子林氏。你可知道，诬陷我的下人，也是在毁我的清誉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做会是什么后果？诬陷不诬陷的，还请您把春儿叫上来，我们对簿公堂，当面对质，您看如何？带春儿。大人，你就是春儿？是。张毅，有什么话尽管对他讲。是大人。春儿，我想问你，林大娘子出事当日，你是不是去醉仙楼里教他们泡茶来着？他们醉仙楼的下人无用，泡了几回茶了，味道都很苦涩，我就自然奉主子之命去教他们如何烧水泡茶。也就是说，你有机会接近灶台，给林大娘子的热水里投毒了。那当日在灶台边与我一同烧水的下人们，他们都有机会的。你怎么就怀疑我一个人呢？是这样，一则呢，这些下人们没有杀害自己主子的动机；二则是这毒药其实还挺贵的，这些下人们都是些穷小子，他们也没这个闲钱。单凭这些也不能说明是我杀的人呢。更何况砒霜毒性那么强，一丁点就够要了人命，买一点根本也花不了几个钱呢。姑娘，你说这砒霜现在多少钱一两？6钱呢？哎，多少能把人害死啊？一点就……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毒药就是砒霜了？你说毒药，我自然就想到。大人，春儿，你若不从实招来，大刑伺候。好你个春儿，竟然如此蛇蝎心肠，你还不乖乖认罪，以免毁了我的清誉。主子，我大人，此事绝对与我无关，都是春儿擅作主张。主子，明明是您故意要找醉仙楼的麻烦，您让我下的毒，您还说会保我周全。春儿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您现在要把所有的罪名都赖到我头上吗？胡说八道！大人，春儿是否胡说？大人派人一查便知。您就是嫉妒姑爷婚后一直忘不了那个林氏，2个人暗中私会，林氏现在更是有姑爷的骨肉。你害怕姑爷纳她为妾，所以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要把她和她腹中的孩子一起除掉。你给我住嘴！大人，这武平县主和春儿之间必定有一个人在说谎，到底是2人沆瀣一气，还是有人从中作梗？还请大人您另行定夺。请大人明察。看来张毅一定是大获全胜了。没想到这江城知府有这样的魄力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武平县主留啊！由此，这南楚宗室的矛盾可见一斑。怪不得这个马家明明占了那么大地盘，却不敢独立，乖乖的臣服于江北朝廷了。这老楚王有30多个儿子，其中能征善战的就有10多个，而且又实行兄终弟及之规，所以这楚王的位置可不是谁都能坐稳的。可是之前我们为什么要跟林老爷说凶手是他的外室儿子呢？你好好想想啊，咱们告诉他，咱们知道了他有私生子的事情，他就得乖乖的去递状子了。哦，这么隐秘的事情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真的是看面相吗？哎，哪有那么神啊？之前张毅结下的那个伙计，就是去替林老爷探孩子去了，一点碎银子就开了他的口，恨不得把林家的老小都给我们讲一个遍呢。这林老爷是老来得子，
孩子尚在襁褓之中，他也是格外珍惜。而且林老爷是克偶的绝命，他也是很怕别人知道他这个秘密的。唉，这么说来，林家大娘子真的很可怜。要不是我们去找林老爷，估计到现在都没有人替他伸冤呢。张姨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对呀，我都要饿死了，什么时候可以吃东西啊？你不是刚吃过吗？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命里带劫呀？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上命案？知道这样，你还老出门瞎晃悠？哎，等一下，给你留着自己喝吧。你尝尝，特别好喝，这都阿英亲手做的，都被恩珠喝光了，这最后一罐了。哎，你这个禽兽，之前不是跟我说就最后一瓶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一瓶是我给伽罗专门留的最后一瓶了，你还给我，快点！那我就替伽罗把这个石木烯给喝了。是养乐多，你能不能别念错字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警告你，现在立刻赶紧马上给我放手！哦，你要打我啊？不然小叶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你，哎，我是跟你讲道理，我再说吧。哎，你别过来！哎。对了，也不知道那个土仙主会受到什么处罚。多半是除去封号，再也不能仗势欺人了吧？可是那个沈安远也太坏了，把自己的妻子和情人丢到一边，一个人跑去洛阳。我觉得他也应该受到惩罚。你放心，沈安远对武平县主不忠之事败露，得罪的不仅仅是前楚王一支，更是蔑视了楚王赐婚的旨意，落了个欺君大罪。这样一来，他就等于是得罪了整个马氏一族，除非他一辈子不回江城，否则肯定会受到惩罚。等等，这么说的话，我查这案子不就等于得罪了整个沈家？唉，我这还等着沈大神医给我妹妹查病呢。唉，这不是有病？如果给你再选择一次的机会，你会因为沈神医的关系，就不帮林大娘子查案了吗？先不说这个林大娘子的德行如何，单凭她对自己孩子那份慈母的心，就非常值得让人尊重。倒是这个武平县主，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拆散林大娘子和沈安远的婚事，这就足以证明这个女子是多么的会工于心计。她要是早早计划杀人，断然不会做得这么武断，这个案子也不会有这么多漏洞。我猜，他应该是听到了我和林大娘子的对话，得知林大娘子现在怀有身孕，这才怒火中烧，下此狠手。唉，不管怎么说，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。我要是不为林大娘子做点什么，我自己也会寝食难安。其实，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这个沈神医，我之前有幸见过一次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给他写封信，让他替阿英看看病。
真的假的呀？你觉得我会拿这样的事情跟你开玩笑吗？当然不会了。你对我和阿英那么好，你怎么可能跟我开玩笑呢？我想说的是，你看我每次就处在那个特别关键的时刻的时候，你都能挺身而出，助我一把，对吧？